家好，我是小酱汁，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高僧解析首相事业线，大器晚成，中年转运，事业一片坦途的好首相。成功来得太晚，快乐就会减半。大多数有人生抱负的男性都希望自己能够在青年时期成名立业，从而给自己的人生有一个高起点，赢在高处后开启平稳顺坦的一生。但是有这样一些男性，他们大部分年轻时平凡的看不出有任何出色之处，却在年过不惑的时候开辟出了富贵双赢的不同人生。他们的手相有哪些特点呢？一起来看看吧。一、事业线在掌心中段起。几乎大部分人的掌心中的事业线都是从掌心的边缘开始的，但是有一些人的事业线是从手掌心的中段开始的。这些人大部分喜欢安逸享乐的青少年时光，他们无忧无虑，甚至不通人情世故。但是大部分在30岁左右会开始自己的人生计划，从而容易在10岁以后开启人生的辉煌时代。2、事业线从智慧线起。一个人的事业线如果是从智慧线开始的，也就是说事业线比常人要看上去短一些，但是此类人大多聪明好学，做事情非常有天赋，但是青年时期运势不佳，或者遇人不淑，不容易得到好的机会，所以事业上容易怀才不遇。但是40岁以后，他们人生反转，曾经有多压抑，就有多舒展。3、事业线从生命线中段起。一个人的事业线如果是从生命线的中段开始的，那么此类人大多青年时期没有什么事业心，喜欢平淡安逸的生活，容易眼睁睁看着身边的人一步步走向成功。但是大多会在40岁以后懂得处世之道与为人技巧，从而容易凭借他人之力平步青云，或者得到贵人相助，走上坦途。4、事业线开始处驳杂。在手掌一端的事业线起点处，如果有过多驳杂的细微纹路，象征了这个人的事业运初期多灾多难，好事难成。但是他们大多容易历经数次失败后开启成功，因为他们大多从事自己非常热爱的事业。但是有一些行业不容易受到商业的欢迎，所以容易导致成功来得过晚。5、事业线短粗深。有一些人的事业线看起来比掌心中的生命线和智慧线要短很多，但是又比常人的纹路粗很多。这些人的事业开始的比较晚，往往是年轻的时候做什么什么不成，但是再到40岁以后就容易遇到好的机缘，从而开始自己的事业黄金时代。大部分容易越来越有成就。成功来得晚，有时候成功也就更持久更辉煌。每个人都无法预定自己成功的时间，只是在每一天的耕耘播种中期盼成功的来临。你适合上班还是创业，手上这一处就能看出来，看过的都说准。手相是可以看到本人的财气线的，财气线是呈小手指根部的短并且竖着的线，代表着财气的黑白。假如想要投资理财的话，这条线就尤为重要了。这条线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，假如没有，也并不代表就会很穷，没有财气，只能说明此手相的人
不太喜好投资理财罢了。假如有的话，财气方面会比较好，适合经商或者创业。财气线弯斜并且模模糊糊的不明晰的人，说明在生活或者工作上遇到了废事儿，这时只需多点耐心，少去投资，不要过分招摇，方能顺遂度过难关。财气线挺直，中间没有过剩的细线搅扰的话，说明这人财气兴旺，有良好的经济基础。假如聪慧线也开展优良的话，那就更加有可能成为富豪了。财气线很好的人，即使现在不是很有钱，甚至是贫苦，可是随着年龄增长，财气也在不断的上涨，毕竟是会过上好日子的。如果这条线长得不太好的话，那么财气线的外形也会跟着发生变动，导致经济情况下滑。假如没有财气线，别担忧，看看有没有偏财运吧。一、手上呈现财气纹路。财气线就是我们可以有机会获取更多的机缘发家。财气线在手掌无名指下方呈现竖向的手纹，称之为财气线。假如这个方位的竖条纹路多，则预示你未来偏财运会逐渐到来。二、手中在手掌三丘宝杖。手掌三丘是指在手掌接近手指的部位，手相中也称之为离宫、巽宫、坤宫等等。常常有3个像小山丘一样的鼓包。假如这3个方位比较丰满，并带有微白色，则意味这人的财力情况比较兴旺。3、手相中比较旺的人。4个手指并拢，没有漏洞的人，性情都是比较温和，做事勤奋的人，所以在求财理财方面比较有才干，高人一等。4、手相中比较节俭型的人，在大拇指两头第2个枢纽处呈现比较多的纹路，无论是横纹还是直纹，这一处也是代表会具有固定资产的手相，纹路越多，暗示积累的财产越多。5、手相因桃花而来财的人。许多人在食指下方会呈现横手纹，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。假如有3条指节纹的话，叫做3约纹。这类人生活中是不会缺钱的，特别是女孩，常常可以由本人的桃花带来财产，而汉子多可以娶到旺夫的女人。6、手相中十分擅长理财型的人，在手掌豪情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纹，叫做理财纹。具有这类手相纹路的人，本身就会理财，同时在企业公司内部可以作为财政的一把手或者是助理，可以在投资范畴取得比凡人好的财气，因而也终身不愁钱花。7、手相为贸易型才干的人，食指根部木星丘兴旺，暗示这一类人性情比较大气，气色赤色优良，财气必佳，可以有好友相帮。吸金手相长这样，偏财运极好，日进斗金不成问题。这7种手相的人偏财运好，能大发横财。每个人都渴望发横财，因为横财来得比较轻松，我们不需要花费多少的努力，就可以轻而易举获得钱财。今天小编就跟大家来介绍下7种大发横财的手相，一起来看看你有吗？旺运型，食指和中指之间有缝隙的人，这种人天生就财运很旺，尤其是到了中年会发一次大的横财，并且那次的横财会来得十分汹涌，能够彻底颠覆他们的生活，使得他们过上富甲一方的生活。
勤俭型，在大拇指的第二关节有很多横纹者，这些横纹代表着财富。横纹越多，那么钱财就会越多。这种人平时很低调，但却是日进斗金的大富豪，不容小觑。异性缘型，食指上面有3条指节纹的话，叫做三约纹。这种人的桃花运非常旺盛，并且这些都是好的桃花，能够催旺自己的财运。要是男人，极易娶个富婆；要是女人，就容易嫁入豪门。理财型，在感情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纹，叫做理财纹。有理财纹的人天生就很会理财，并且他们财运很旺盛，很容易变成商业大鳄。商业型，食指根部木星丘发达，并且肉色红润者，此人的财运必旺，不管是正财还是偏财，都来得十分频繁。因此，这种人注定是财富不缺之命。暴发户型，生命线与智慧线起点有上升线的人，这种人极易发横财，一夜暴富这种事情最容易降落到这种手相的人身上。偏财型，小指根部与无名指根部之间的部位如有出现十字纹，那么证明了此人的财运十分旺盛，尤其是横财方面，他们中头奖的几率很高，注定是大富大贵之命。没有以上手纹特征的人也不要灰心，靠自己的努力也是可以获得成功的。好的手相只是给大家的成功助力，如果因为有好的手相而不思进取的话，只会让你的财运通通溜走。命里带金的6大体征，掌管财富一把手，财气旺到不行。手相面相是反映人的性格和命运情况的一种符号，并不是说手相面相决定命运，这个逻辑关系必须要弄清楚。而手相面相的预测正是要告诉你自己是个什么命。一个人前额左右眉毛的上方是天仓，如果这里宽阔长得好，饱满有力而无疤无痣的话，祖产丰盛，而且本人的生财能力也很强，容易发财致富，富甲一方。嘴角上翘如同弯月的人，两边嘴角上翘不仅会让人看起来十分的舒心，并且这种嘴型的人普遍都是善解人意，懂得与人为善的人。他们的这种特征让他们收获了大量的友谊，五湖四海，各行各业都是他们的朋友和贵人，因此这种人处处有贵人的帮助，事业上一直都是青云直上。手指下方凸起的部位在相学中被称之为星丘，这些手掌凸起的部分往往都和命主财运有着一定的关系。如果各个星丘饱满，那么证明此人的财运非常好，将来掌管的财富巨大。这种手相也被称之为财库。星丘丰盛凸起预示着命主财库稳定，能够通过各种方式为自己赚得不菲的金钱。要是在星丘上还存在十字纹的话，那么更是大富大贵的象征。一般这种人的资产都在1000万以上。手指根部有肉，可是指尖却是很尖的，这种手型是十分好的，不止很有情调，并且聪明能干。在拇指的关节处有很大的凤眼纹，财气十分的旺盛，财富相当好。女性有这样的特征，很旺夫，婚后会给自己的老公带来更多好的运势。掌心有闭合的三角形，是聚财的标志，所以这样的人的财气旺到不行。典型的川字纹，才能很强，
工作开展、经商能够取得很好的成就，更适合自主创业，财气来得愈加旺盛，顺风顺水，越做越大。在小拇指与无名指的根部临近有许多的金钱纹，所以会有好运到来，要好好的把握时机，做好预备，未来的自己必定是前途无量。感情线深长，爱情运势是不错的，婚后日子美好和谐，可是工作开展不是很顺畅，有比较多的曲折，前期工作开展不顺利，后期有所好转。女人事业线长，可能有副业，注定会在家中是皇后命，掌管财政大权，命运仍是不错的。每个人的手上都有着很多纹路，而这些纹路都代表着不一样的寓意。有些纹线代表着财富，有些纹线代表着健康，而有些纹线可能就代表着婚姻。下面小编向大家介绍的这个纹线特别罕见，那就是鸳鸯纹。什么是鸳鸯纹？鸳鸯纹是由2条纹线组成的，一条是从正宫，也就是大拇指根部靠上位置发出，至中指根部位置的弧线；另外一条是从艮宫，也就是大拇指根部靠下位置发出，到小指根部位置的弧线。这2条弧线基本上平行相对，所以称之为鸳鸯纹。生有鸳鸯纹的人容易为情所困。相书有云：鸳鸯纹线主多淫，好色贪杯不暂停，暮色朝云年少爱，老来犹有后生情。意思是说，掌中生有鸳鸯纹的人多情风流，喜欢纵情于灯红酒绿的生活当中，年少的时候不懂得节制，即便是老了也多有旺盛的精力在吃喝玩乐上。现实中生有此类掌纹的人并没有相书中说的如此严重，只是这类人对待感情非常强烈，爱上一个人就会激情投入，却也容易被感情所困惑，不能自拔。恋情或婚姻上容易受到他人的干涉和影响。同时，这类人的桃花运比较旺盛，身边从不缺少异性，比较受异性的青睐。如果把握不好的话，确实会影响到自己的感情生活。但相不独论，生有鸳鸯纹的人不一定就是沉醉在酒色当中一无是处，也要结合其他掌纹综合判断，不能单一的只看1-2条纹线，这样就太片面了。但有这样掌纹的人应该注意与异性保持适当的距离，特别是已经有伴侣的，更要注意自己的言行，不能与其他异性走得过近，专注于自己的感情，自然就会避免烂桃花的出现。算命大师无意透露，9种罕见掌纹只有1%的人认得全。每个人手中都有不同的手纹特征，这些手纹特征都代表着每个人不同的财运和命运。算相大师无意间透露了9种罕见的手纹特征，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些罕见的掌纹吧。1. 幽默线。感情线尾部形成的线就是幽默线，拥有这条线的人越多，幽默感越强。如果和有这条线的人做朋友，生活中笑声不断哟。2. 双重智慧线。通常的话，每个人都有一根智慧线，但是多才多艺、才华横溢、聪明灵巧的人会有2根智慧线。3. 宠爱线。挨着生命线有3条线，这3条就是宠爱线。拥有这3条线的人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都会有贵人相助，使你的运气越来越好。4. 希望线。拥有这根线的人会有远大的抱负，并且为之而努力。相反，这条线比较多的人，
就会在确定人生目标这个问题上十分迷茫，生活状态不是很安定。5. 疲劳线。生命线的尽头，数条细小的线条，身体过度劳累时，这条线就会增多。当疲劳线出现增多时，请园友们一定要注意多加休息。6. 神秘十字线。拥有神秘十字线的人，直觉敏锐，灵感很多，创造力强。7. 鱼形线。这条线和它的名字一样，是个鱼的形状。这条线十分少见，当这条线突然出现时，就会象征着你的好运气就要来了。8. 明星线。这条线出现就会预示着你想做的事情都会实现，这种明星线十分罕见。9. 家族戒指线。大拇指的根部出现环状的线，就是家族戒指线。当这条线出现时，整个家族会蒸蒸日上，你也会得到家族的厚爱。讲了这么多罕见的掌纹特征，你占据了几种呢？掌中生有鹿马纹，注定是长寿富贵人，一生吃穿不用愁。财富、权力一直是人们亘古不变的渴望和追求。财富可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，而权力则可以满足人的欲望。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大富大贵，但是每个人自呱呱落地的那一刻起，就注定了不同的身份和阶层，而这些身份会对他们的未来遭遇产生巨大的影响，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好命。传统手相学可以根据一个人的手掌相形，断定出一个人的富贵、贫穷。手相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手相的变化代表着不同运势的改变，也是未来命格的特征。而手掌中的纹理则是人运势的密码。如果你的手掌中生有鹿马纹的话，预示着你命中带财，大富大贵是早晚的事情。什么是鹿马纹呢？所谓鹿马纹是指在无名指下方出现的一条特别细绣、深长的六绣纹，西方手相中称为太阳线，从无名指根部向下，一直延伸到掌心，甚至到了手掌的底部。这样的掌纹被称作鹿马纹。如果此纹太短的话，不以鹿马纹论。天生有鹿马纹的人，一生吃穿不愁。六绣纹又被称为偏财纹、六合纹、异禄纹。手相歌诀中说道：六绣入掌中，处事好心胸，平人成大富，谋直禄未丰。掌中生有六绣纹的人，会因为文艺创作在晚年出名发财，或者是以偏财致富，也主长寿。如果六绣纹特别深长，演变为鹿马纹时，主其人大富大贵，一生吃穿不愁。即便是手上的其他掌纹生得不好，事业难有大成，却是一生物质生活充裕，从不用为钱财上的事忧心。如果再配上好的面相，有可能成为帝王身边的高人。鹿马纹再生有支线者，此生运势更吉。鹿马纹有支线延伸到食指根部，其人易掌权。鹿马纹起点处再生出一条支线，延伸到食指根部的话，其人此生运势更吉。如果是男性的话，最适合从政，在仕途中发展，青年时期即能官运亨通，步步高升，中年后即可获得显贵职位，大权在握。如果是女性的话，则很可能成为女强人，事业发展顺利，但是在家中也是强势掌权，容易压制自己的男人，婚姻不美。鹿马纹有支线延伸到食指根部，
为大腹之格。路马纹起点处再生出一条支线，延伸到中指根部的话，为大腹之相格。主其人在事业上发展非常顺利，很容易出成就，财运也是特别旺盛，一生钱财不断。路马纹有支线延伸到小指根部，越老越有福。路马纹起点处再生出一条支线，延伸到小指根部的话，主其人处事踏实，工作努力，为人不卑不亢，最后必在科技或商业上有所成就，并且越老越有福。手腕线上的好兆头有这些特征，财运健康双丰收。手腕线又名手颈线，位于手掌与手腕相接触。一般人的手腕线有3条，不过3条线全都完整并且无杂纹的很少见。十字纹，手腕线第一线中间如出现十字纹，表示此人年轻时生活艰辛，经过自己不断努力，中晚年顺利，事业上必能大发，财富和健康都能有很大收获。星纹，手腕线上出现星纹，并且第一、二纹路清楚明朗，表示此人必获其财，或是可以自得外之财。三角纹，手腕线中心发现三角纹，表示此人必获遗产或是显要之职。正尖角形，手腕线上有其他线所围成的正尖角形，但非三角纹，表示此人将因头脑聪明或特殊的天才，或是幸运而获得巨大财富。倒纹，上3线都出现时，表示此人贪欲并且执迷不悟，身体衰弱，男易得肾脏病，女生产有危险，或是患有心脏病及肺病。手腕线第一线上出现倒纹，而2、3线优美深细，表示年轻时色欲极重，以致身体受害不浅，不过中年之后运气开始顺利。链状纹，手腕线第一线呈链状，而其他2线优良，表示此人年轻时不够乐观，甚为劳碌，最后必将获得成功。手腕线上出现许多直纹，表示此人必能获得名誉与地位，一生想得显要的名声。若其上直纹不直而呈现邪乱者，则表示此人虽能在名誉地位上获得成就，不过很有可能是不正当途径获得的。手腕线紊乱，手腕线紊乱的人体力欠佳，容易患有精神衰弱，长期失眠。女性则容易遇到生育困难之事。手腕线在手腕动脉处纹路呈交叉状，女人容易有月事方面的问题，受孕较为困难，即使怀孕也容易小产。男子在手腕动脉处纹路呈交叉状，容易有败肾问题，精气神差，关节及脊椎骨及膝盖容易有无力寒冷的情况，需注意休息养生，容易有关节炎方面的问题。手腕线弯入手掌，需与健康线一同评估。动脉线主影响生殖，有此纹路者，女性需防流产，男者亦有不孕症。手腕线位于手掌下，女子有此纹者，亦有妇女病，生产时需注意血崩的情况发生，小孩易流产或是夭折，男子则有精虫稀少、难受孕的困扰。手腕线断断续续，女子卵巢亦有病变，需调理，
怀孕易流产，男子较为气虚，寒性食物少吃为妙。手上有这种特殊的纹路，十有八九富贵吉祥，晚年不愁。对于手相，很多人都是可以直观的了解。伸出自己的双手，能够对比了解自己是否天生具备富贵命的潜力。左手为先天，右手为后天。不管男女，一般左手代表的是35岁之前的运势情况，右手代表的是35岁之后的运势起伏。今天与大家分享几种容易发财、富贵吉凶指数高的手相特征。第一，手相中出现的财路纹比较多，并且清晰，代表你拥有的财富指数比较高，一生中容易获取大的偏财运气。所谓财纹，就是指位于小手指与无名指之间的下面有一些细细长短不齐的斜线，称之为钱财纹。还有手中的线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的，这些形状也代表着财富，意味着富有。第二，手相中形成井字纹路，代表权力贵气的象征，一生中容易通过自身的权贵获取大量的财富。井字纹在手掌中间，代表着吉祥的意思，说明此人是当官的料，即便是不在官场，在公司也是领导级别的。如果井字纹在手掌最下端，说明运气好，而且事业有成，大富大贵。还有井字纹在离宫位，说明是经商的好手，能够抓住机会，人中龙凤。第三，对于一些特殊的纹路，元宝纹是比较难形成的。不管男女，拥有此手相纹路的人，一生中少则衣食无忧，小康之家。如果生辰八字配合好，则是大富大贵之象征。第四，事业线清晰直长，穿透智慧线，在到达了感情线的人，对于事业财富的追求比较大，敢打敢拼，有魄力。因此，不管男女事业线好的人，都是能够拥有财富指数高的特征。好的手相面相需要配合好的生辰八字，这样才是完整的富贵指数高的标准。因为八字命理代表先天命运，手相特别是右手代表的是后天变化运势的解析，所以要想更为清楚地了解自身的命运层次，需要八字命理跟手相等一同解析，更为准确。今天就讲述到这里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有好的建议，欢迎留言评论，下期再见。